标满标记的地图，无数成为猎物的受害者。2名警察的旅行揭开了连环命案的冰山一角。我是左手响指的 Loki， 让我带大家穿越到1982年故事的开始。阿拉斯加州位于北美大陆西北端，这里有美丽的海岸、奔腾的河流、雄伟的山峰以及著名的冰川。这片美国的土地为居民和游客带来纯粹的自然体验。克尼克河谷是资深猎人的首选狩猎场，这里距离市内仅40公里，是寻找猎物的绝佳地点。1982年9月12日，2名休息的警员花了1个下午的时间在克尼克河沿岸打猎，但2人的运气不佳。当夜幕降临时，他们在回营地的途中发现一只靴子伸出了沙地。通常情况下，普通人不会觉得奇怪，但对于一名警察来说，奇怪的事就需要去调查。仔细一看，2人大吃一惊，从沙子里伸出来的是部分腐烂的骨头。当他们确认是人骨后，迅速从现场退开，以免污染任何证据。记下地点后，2人离开峡谷，返回营地。罗利波特中士被指派负责调查。作为一名立下赫赫战功的老兵，波特被认为是警队中最出色的调查员之一。他会花上几个小时来检查最细微的线索。在翻动尸体之前，波特从各个角度对尸体进行拍照，并仔细检查尸体本身是否有蛛丝马迹，然后把尸体装袋。随后他拿出了一个大筛子，开始筛查尸体周围的沙子。他花了几个小时筛完，并最终得到了收获。在他面前的筛子上躺着一颗.223口径子弹的弹壳。波特对这种弹药很熟悉，知道它用于特定的大威力步枪。回到室内后，尸检初步显示死者为女性，年龄不详，死亡时间约为6个月前，死因是3处枪伤，子弹口径为.223。在遗骸中发现了混杂在一起的胶带，这让调查人员怀疑受害人在死亡时被蒙住了双眼。经过2个多星期的努力，最终确认死者为24岁的雪莉·莫罗。她是安克雷奇市中心一家酒吧的舞女。她最后一次露面是在1981年11月17日。她对朋友说，她当时要去见一个出价300美元让她摆姿势拍照的男人。警方怀疑雪莉·莫罗的谋杀案并非孤立案件，这起谋杀案可能与1980年以来至少另外2名女性的失踪案有关。在过去的2年里，失踪人口报道的数量突然增加，其中许多都是舞女和街女。在这次发现之前，这些案件并没有引起警察的注意，因为街女大多独来独往，经常在不同的城市之间穿梭。多方合作后发现，可能存在联系的2起悬案分别是建筑工人挖掘时发现了埋在浅坟中的一具妇女的部分遗骸，大部分遗骸被动物叼走，现场几乎没有任何证据，受害者的身份一直没有得到确认。负责此案的警察将其称为艾克卢特纳·安妮。同时晚些时候，在附近的一个碎石坑里又发现了一具尸体，受害者后来被确认为乔安妮·梅西娜，她是当地的一名舞女。不幸的是，她的尸体已经严重腐烂，而且和之前发现的尸体一样，几乎找不到任何证据。调查到这里，线索又断了。几个月过去了，抓住凶手的希望越来越渺茫。1983年6月13日晚上，一切似乎出现了转机。当夜幕降临，一名卡车司机路过小镇时，发现一名年轻女子疯狂地挥舞着手臂向他呼喊。女孩的一只手腕上挂着一副手铐，衣衫不整。他告诉卡车司机，有一个男人在追他，并让司机把他带到附近的一个汽车旅馆。随后，卡车司机开车直奔警察局去报案了。当警察赶到汽车旅馆时，发现女孩独自一人，而且还戴着手铐。当他解开手铐后，女孩开始向他们讲述一个骇人听闻的故事。不久之前，一名40岁左右的红发男子在街上找到了她，并开出了200美元的价格，希望她配合拍照。他同意了，但中途该男子用手铐铐住了他的手腕，掏出了枪，并告诉他，如果他合作，就不会杀了他。随后，他开车来到位于马尔敦的房子，这是一个离城不远的富人区。进屋后，该男子残忍地玷污了他。短暂的休息后，该男子说要带他乘飞机飞往他在山上的小屋，并告诉他，如果他合作，
那就放他走。到达机场后，绑架者把他塞进了一架小飞机，开始装载货物。年轻的女生知道自己遇到大麻烦了，一旦到了他的小木屋，这个男人很可能会杀了他。于是在他背对时，他推开门慌忙逃命。据说那个男人一开始追他，但当他看到他向卡车司机挥手，就逃走了。在警察总部做了正式陈述后，调查人员驱车将这名女生带到了她被劫持的机场。他们希望她能够认出绑架者的飞机。当他们开车经过这个小机场时，她认出了一架蓝白色的超级优势飞机。经与飞行塔台核实，这架飞机属于罗伯特·汉森，他住在劳岗路。警察把这名妇女送到医院后，直接去了汉森的家。面对年轻女子的指控，汉森变得非常愤怒。他声称，我从没有见过这个女孩，并说她可能是想骗他的钱。对他来说，整个故事都是荒谬的。我的妻子和2个孩子正在欧洲度假，当晚我和2个朋友在一起。经过验证，他的不在场证明属实，线索又断开了。就在事情似乎又要平静下来的时候，调查人员被叫到了另一个惨不忍睹的案发现场。根据安克雷奇每日新闻1983年9月2号的报道，就在发现雪莉·莫罗1年后的第10天，克尼克河畔又发现了一具尸体，尸体已经部分腐烂，被埋在一个浅浅的坑里。受害者后来被确认为17岁的宝拉·戈尔丁，她是一名来自安克雷奇的舞女。她在5个月前失踪，尸检显示她同样是被一颗.223口径的子弹击中。调查人员现在确认他们遇到了一个连环杀手，于是向 FBI 寻求帮助。FBI 派出了执法界的传奇人物特别探员约翰·道格拉斯来帮助调查这起连环杀人案。关于约翰·道格拉斯的传奇案件，点赞超过1万，我就单独整理出来讲给大家听。回到案件，当地调查人员与道格拉斯分享，他们依然觉得罗伯特·汉森非常的可疑。道格拉斯对嫌疑犯做了初步侧写，凶手专门选择街女和舞女，因为他们大多是社会底层，并且流动性大，不会引人注意。在当地调查人员的敦促下，道格拉斯开始调查罗伯特·汉森的背景。他注意到汉森身材矮小，满脸麻子，而且患有严重的语言障碍。由于汉森的长相可怕，道格拉斯推测他在青少年时期患有严重的皮肤病，可能受到过同龄人的嘲笑，导致他自卑，并促使他生活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道格拉斯认为，虐待舞女是犯罪者报复女性的常规方式。如果汉森是凶手，这很可能就是他的动机。几名调查人员对汉森很熟悉，并告知汉森是当地出了名的猎手，他曾用十字弓射杀了一只巨大的野生羊，因此在本地出了名。道格拉斯推测，也许汉森已经厌倦了麋鹿、熊和羊，转而关注更有趣的猎物。随着调查的深入，道格拉斯告诉调查人员，如果汉森是凶手，那么他很可能是一个收藏癖，会保存受害者的遗物作为纪念品。要想确定汉森的嫌疑，唯一的办法就是在他的不在场证明中找到破绽。道格拉斯怀疑他的朋友们在为他撒谎，并鼓励调查人员威胁他们，如果发现他们在撒谎，就会对他们提出指控。警察局局长决定带这些人去问话，结果这个策略非常的奏效，2个人都供认不讳，并说在年轻街女被劫持到机场的那天晚上，他们并没有和汉森在一起。调查人员还从汉森的朋友那里得知，他正在进行保险欺诈。显然，他向警方报案称家中有几件物品被盗的盗窃案，其实并没有发生。汉森将这些物品藏在了地下室。在了解到汉森的欺诈行为以后，警察向法院申请了汉森的搜查令。1983年10月27日，调查人员在汉森上班途中拦下了他，并要求他去警察局问话。汉森没有提出疑问，就同意了。与此同时，2组调查人员对汉森的住宅和飞机进行了搜查。调查人员在汉森的房子里发现了各种武器，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汉森与谋杀案有牵连。就在他们准备离开时，一名警员发现了阁楼上的一个隐蔽空间，在里边他们发现了一支雷明顿552步枪，一支汤普森竞争者单发手枪，一张标有无数具体位置的航空地图，
各种首饰、简报、一把温彻斯特12口径猎枪、一张驾驶执照和各种身份证，其中一些身份证属于死去的女性。这些物品已经足够证明汉芬就是凶手，但最重要的证据是最后发现的一支.223口径的 Mini-14步枪。罗伯特·克里斯蒂安·汉芬于1939年2月15日出生于爱荷华州艾斯特维尔，父亲克里斯蒂安·汉芬是丹麦移民面包师，妻子艾德娜同样是面包师。汉芬的成长经历十分艰苦，他的父亲非常严厉，坚持让儿子在家里的面包店长时间工作。此外，他的个子很矮，青春期脸上长满了严重的痤疮。虽然他天生是左撇子，但父亲强迫他用右手，由此造成的压力使他的轻微口吃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在学校里，他基本没有朋友，仅有的几个朋友也从不和他亲近。1957年，汉芬高中毕业后应征入伍，基础训练结束后，他被要求每个月拿出一个周末的时间从军，其余时间都在父亲的面包店工作。1960年，他爱上并娶了一位当地的姑娘为妻。罗伯特·汉芬人生中的第一件大事发生在1960年12月7日，常年被孤立的他烧毁了学校的校车库。不幸的是，汉芬被朋友告发，被判入狱3年。他的妻子为丈夫的行为感到羞耻，立即提出了离婚。仅服刑20个月后，汉芬就被假释，并被评估为具有幼稚人格。出狱后不久，他遇到了一位年轻女子，两人一拍即合，并于1963年秋天举行了婚礼。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汉芬辗转于不同的工作之间，并多次因小偷小摸而被捕。1967年，他决定重新开始，于是前往了阿拉斯加。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似乎是汉芬的福地，在这里他受到了当地居民的热情款待，并很快赢得了户外好手和猎人的美誉。他会用步枪或弓箭追踪达尔羊、狼和熊。1969年、1970年、1971年，他有4只猎物被列入了猎物世界纪录。汉芬的书房很快就堆满了动物标本。然而，他的好运并不长久。1977年，他因偷窃电锯被捕，被判入狱5年。在进行了常规的精神评估后，监狱精神科医生得出结论：汉芬患有双向情感障碍，并要求法院命令他服用礼剂来控制情绪波动。尽管如此，该命令从未得到执行。汉芬仅服刑1年就被释放。20世纪80年代初，汉芬因一起入室盗窃报警，并因此从保险公司获得了1.3万美元的赔偿。拿到赔偿金后，汉芬就开了一家自己的面包店。此时，汉芬和妻子已经有了2个孩子，他的前科也几乎被遗忘。他的生意蒸蒸日上，甚至被认为是一位成功且受人尊敬的社区成员。回到案件中，警察总部内，汉芬否认与谋杀案有任何关系。经过短暂的审讯后，他要求聘请律师。汉芬随后被捕，并被指控犯有袭击、绑架、武器犯罪、盗窃和保险欺诈罪。1983年11月3日，陪审团对汉芬提出起诉。调查人员仍在等待汉芬步枪的弹道测试结果，因此州政府决定暂不指控他谋杀。汉芬对所有的指控均不认罪，保释金定为50万美元。弹道测试结果终于在11月20日出来了。FBI 犯罪实验室证实，在案发现场发现了弹壳是从汉芬的步枪中发射出来的。鉴于对他不利的证据确凿，汉芬意识到自己在法庭上胜诉的机会渺茫。于是1984年2月22日，汉芬让他的辩护律师安排了一次与检察官的会面。会面中，检察官对汉芬提出了一项交易，作为全面公认的交换条件，检察官保证他将只被指控他们所知道的4起案件，而且他将可以在联邦监狱服刑。汉芬勉强同意了这些条件。双方在协议上签字后，汉芬开始供述他的犯罪过程。他会用枪强行控制受害者，并把他们带到自己的飞机上，然后再把他们带到他的偏僻小屋。他会残忍地玷污和折磨这些女性，之后他会剥光他们的衣服，有时甚至会蒙住他们的眼睛，把他们放进森林里。汉芬会让受害者先走一会儿，然后用猎刀或者大威力的步枪追杀他们。
汉森在向调查人员描述他的狩猎过程时说，这就像追捕一只战利品达尔羊或者灰熊一样。谈话接近尾声时，汉森从一张该地区的大型航拍地图上确定了15处行凶地点，其中12处调查人员完全不了解，只从地图上的标记，警方无法确定地点。于是调查人员决定让他乘飞机带警察指认现场。第二天，汉森陪同警察登上直升机。一天的指认后，警察已经发现了12处案发现场。1984年2月27日，高等法院法官判处汉森终身监禁，不得假释。随后，他被关押至路易斯堡联邦监狱。5月，调查人员在汉森指出的现场发现了7具遗骸，另外8处地点没有找到遗骸。1988年，汉森被送回阿拉斯加，成为苏尔德新春溪惩教中心的首批囚犯之一，并一直服刑至今。至此，阿拉斯加连环杀人案告一段落。那些在底层拼命生活的人却被社会所忽略，但往往他们才是最需要被保护的。欢迎大家来到 Loki 的密室，点击下方的小铃铛，订阅这个频道，每周为你带来奇案，和你一起看清黑暗中的双手，远离那些隐藏的恶意。我是左手响指的 Loki，我们下期再见。